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我这期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我们的 ESP Home 来制作一个 WiFi 的温湿度传感器。在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个 WiFi 的温湿度传感器的教程给大家看。那个教程相对是比较复杂一点。后来我考虑到有一些用户呢，可能不愿意焊接，或者是不愿意写一些程序，烧录程序是比较麻烦的，比较费力的。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用 ESP Home 来给大家制作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同样呢，我们还是用 DHT11 或 DHT22 的温湿度传感器来制作。这是一个 DHT22 的温湿度传感器，跟 DHT11是一样的，它有3个针，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一个数据。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叫 Node MCU。这个芯片呢，它上面集成了一块 ESP8266的 12F 芯片，然后这个芯片呢，这个开发板它叫 ESP8266的开发板 Node MCU， 它会把这块芯片的所有引脚都帮我们引出来，放在两边，然后供电口也变成这种 Type C Micro USB 的，方便我们直接给它供电。之前那个 ESP01 的温湿度传感器的芯片呢，它是比较麻烦的，供电的时候需要一个电池，2pin新的那种电池，就是这样。之前那个我们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池来供电，比较麻烦。然后呢，如果实现省电的话，还要焊接一根线在这个芯片上，才能实现深度休眠。但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这个 ESP Home 呢，它是有这种供电接口的，随便找一条手机的充电线就是可以给它供电了。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的房间里面，只要它可以接我们5伏的电源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板子呢，它还有很多个 GPIO， 很多个针脚可以用。然后呢，我现在就教大家来操作一下，如何把这个 Node MCU 刷成 ESP Home 的固件，并且呢，把我们的温度传感器集成到这个芯片里，然后接一个充电宝，或者是接一个我们的手机充电器给它供电，然后就可以工作了。在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里就能看到它的温度和湿度了。这个呢是一个树莓派，我给它加了个壳子，所以看起来比较结实。然后有4个 USB 口，一个网口。这个树莓派是树莓派3B+，然后它已经刷好了我自己的那个固件。我的固件里呢集成了一个叫 ESP Home 的功能。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安装这个软件。如果想知道怎么安装呢，可以去我的网站去看一下手动安装的方法。如果你不想手动安装呢，直接去我 YouTube 频道的社区里看一下我最新的发布的固件的下载链接，就在我 YouTube 的频道的社区里边有下载地址，欢迎大家去下载并刷写到你的树莓派或者斐讯 N1 里面使用。这期教程呢，斐讯 N1 和树莓派都是支持的，而且操作方法是同样的。我呢只会用这期呢是用树莓派来给大家做演示，如何去刷写这个芯片变成 ESP Home。好，我们现在呢开始先把线连一下。大家看，我们这块板子上面的右下角有一个3伏，然后这边第2个呢写了个 G， 这个 G 呢就是负极，3伏就是正极，它分别呢对应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DHT22 的正负极。
那么我们左边这个是负极，右边这个是正极，中间这个呢是数据。我们看一下它对应的颜色，灰色是负极，白色是正极，然后中间这个颜色是数据。那我们按照刚才的显示，我们去接一下线。我们把正负极接好，3伏和 G，3伏是正极 ，G 是负极，白色是正极，灰色是负极。我们检查一下，白色是正极，灰色是负极。那么还剩一条数据线，我们把数据插到第5上面，第5 Data 5上面。好，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这个数据插到其他的第6啊、第7、第8都可以随意的。一会儿呢，我们在编写配置文件的时候要指定一下这个口就可以了。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这个3伏和这个负极千万不能接反，因为这个传感器的特性就是，如果接反正负极就烧掉了，然后你需要重新买一块。所以呢，我们需要多检查几遍。正极是白色，负极是灰色。正极是白色，负极是灰色。OK， 没问题。然后我们拿一条 USB 线，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米充电器的 USB 线，小米充电宝的 USB 线。这个小米充电宝的 USB 线比较短，所以呢录视频的时候比较方便。我们把这个 micro USB 的插口和这块板子连接起来，然后我们插到树莓派的 USB 口，插上之后呢，我们就回到电脑这边。首先打开我们 Home Assistant 的网页，然后我们看到，如果你刷写了我的固件的话，左边会有一个 ESP Home 的选项。我们点击这个 ESP Home， 然后大家看右边呢出来一个 Set up your first node， 这块板子是 Node MCU，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设置你的第一个节点。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第一步，他说给这个节点起一个名字，大家注意啊，必须只能用小写的 A 到 Z、0到9，还有下划线，其他字符不能用。所以呢，我们就叫它 IT Commander。你也可以叫它别的，比如说卧室的传感器，或者是 bedroom sensor 啊 living room sensor 等等。然后我们点击 continue。第二步就是选我们这个芯片的类型了。我们选这个 Node MCU， 因为我们这个小芯片是 Node MCU 的开发版。我们点击 continue。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设置 WiFi 信号了。我的 WiFi 信号呢是这个名字。密码呢也需要填进去。我们把这个 WiFi 信号设置好呢，其实目的是告诉这个芯片我路由器的 WiFi 地址、WiFi 的信号名称和密码是多少。这样的话，程序记住之后，你把这个芯片接到任何一个有电的地方，它就会自动连接到你的 WiFi 了。其实这一步就是让它知道你家里的 WiFi 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底下这个选项呢空着就可以了。如果你为了安全考虑的话，你给它设置一个认证密码也是可以的，就在这里面设置一个访问密码。
但是我们一般这东西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必要，所以我就给大家空着，点一下 Continue 也是可以过去的。然后我们点提交，就完成了所有步骤。然后大家看它右上角这儿有一个大红的圈儿，这个意思呢就是让你选择一个你要更新的节点，因为你的家里呢很可能有很多块这个东西，比如说每一块，比如说每一个区域，客厅啊、卧室啊、卫生间啊，你都会有这种 Win10传感器，分别放一个这个 Node MCU 进去。然后我们选这个右上角有2个选项，一个是 OTA 就很简单了，是 Over the Air。Over the Air 就是在空气中升级嘛，就是你可以在网络连接的情况下给它进行一个配置的更改升级。但是呢，在我们第一次设置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选，我们要选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USB， 就是这根 USB 连接的串口。大家看到这个电脑这边 USB 2.0 这个串口，就代表是这个。我给大家拔下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大家看这个串口就没有了，因为我已经把它拔掉了。所以第一次设置这个芯片的时候，一定要用串口来设置。用它设置过一次之后呢，以后就不需要这个串口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IP 的形式来设置。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不用刷新，它自动出来了。我们选这个 USB 2.0 串口，选择串口之后呢，我们点击 Edit。我们第一次刷写这个 Node MCU 的时候呢，是需要用串口来刷写的，一定记住，第一次一定要用串口。如果用串口刷写完第一次之后呢，这个芯片就可以连上了 WiFi。它可以自动连上 WiFi 呢，我们下一次或者是今后的所有操作，比如说你要修改一些配置的话，你都可以用右上角选成 OTA 的方式对它来进行一个无线的远程的刷写。第一次呢，我们还是一定是需要用串口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选到串口。我们点一下 Edit 之后，我们会发现出来一个配置界面，和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 Configuration 的 YAML 配置文件很相似的一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在最后一行添加一些配置文件在里边。我们首先还是打开我的博客，我的博客新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跟着这个视频一块发出来的，叫 ESP Home 的安装方法，用树莓派或者斐讯 N1 刷写 ESP Home 到 Node MCU。然后这篇文章讲解了一下如何手工安装 ESP Home， 还有如何使用手工安装它的浏览器界面。前面3步呢，我就不再介绍了，因为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手动安装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3行命令。大家如果使用我的固件的话呢，直接在左侧，在我 Home Assistant 的左侧就可以找到 ESP Home 的界面，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使用。我们这期教程呢，我就不详细的介绍手动安装的过程。好，那我们如果需要我们这个 Node MCU 上面的温湿度传感器开始工作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进行一个配置。进行配置呢，跟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配置很类似。我们首先把这个 Sensor 的这一堆代码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我们点击 Edit， 进入到我们这个芯片的刷写界面。在最后一行，我们把刚才的内容都粘贴进来。我来讲一下这些文字的意义。第一行呢 ，Sensor 呢不用说了，就是传感器。第二行呢，平台就是 DHT，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DHT 22的
温湿度传感器，所以呢，我们要写平台就是 DHT。Pin 呢，就是我在视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连接温湿传感器和 Node MCU 的时候，连接那条数据线的时候，把它接到了第5 Data 5这个针脚上面。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把 Pin 定义到第5。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定义到其他的针脚，也是可以工作的。然后下面这行是温度，温度呢，温度下面有个名字，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用中文是可以的，用中文也是没问题的。我们把它切换到中文，然后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客厅温度。然后下面这个湿度呢，我们管它叫客厅湿度。客厅湿度。最后一行呢，就是更新时长、更新间隔。我们默认设置这里是每60秒上传一次数据到 Home Assistant。我呢，现在想把它改成15秒，每15秒上传一次温湿度数据到我的 Home Assistant。然后我们点一下右下角的保存。我们点完保存之后，右上角会提示你成功。然后我们关闭它，再确保一下右上角是选的是，再确认一下右上角选的是我们的 USB 2.0 串口。之后呢，我们点 Upload。这个 Upload 的过程呢，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我之前用这个树莓派编译过我们这个程序，所以呢，有一些东西它不需要从互联网再下载了，它只需要简单的编译一下，然后就可以写到我的 Node MCU 的芯片里了。所以呢，这一步你可能会用到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我可能很快就会完成。大家看，正在写芯片 writing， 这个时候你的芯片有一个蓝色的灯是会闪。好，刷写完成了。现在呢，我们的芯片日志，大家看这里边会显示一些 WiFi 信号，然后它连接到了哪个 WiFi 信号，然后又接入了什么传感器，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窗口关掉了。我们点一下右下角的 Stop 按钮，我们把它停掉就可以了。大家看，现在我们这个芯片已经是 online 状态了，右边有一个绿色的小圆点显示 online。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芯片从树莓派上拔下来了，因为我们第一次刷写已经完成了，再就不需要串口连接树莓派再刷写这个东西了。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接一个外接电源，把它放到任何一个房间的位置，就可以成功的获取温湿度数据了。那么下面如何把这个东西的数据传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里呢？同时还能在苹果家庭里面显示呢？把它接入到 Home Assistant 里，你的苹果手机的苹果家庭就可以显示了。我现在呢，用一块小米的充电宝来给大家演示。那么这颗树莓派呢，就放到旁边做服务器。我现在把它接到充电宝上，然后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就放在这儿。然后我们看我们电脑这边，刚才是从红色的离线，现在已经变到了绿色的在线状态。然后我们点击 Home Assistant 页面的左下角的配置，然后我们找到右边的集成。大家看，集成里面已经有一个已发现 ESP Home 冒号 IT Commander。这个 IT Commander 就是我们当初给这个芯片起的名字，第一次给它刷写的时候起的名字。
你可以把它起得更合理一些，比如说你想把它放到客厅、卧室或者是浴室，你给它起名字可以起得更合理一些。然后呢，我们看右边有一个配置的按钮，配置这2个字是可以点的，我们点一下配置。然后弹出了一个窗口，说发现了 ESP Home 节点，是否将 ESP Home 节点添加到 Home Assistant？ 那我们当然点提交了。那我们现在点一下提交。点完提交呢，它这里显示成功。然后让我们选择一个区域，那我把它选到客厅，因为我准备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客厅里使用。选完客厅，选 Finish。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已配置里面最后多了一个 IT Commander Area 客厅，多了一行 ESP Home。我们回到概览，大家看这上面有一个湿度，有一个温度，多出来一个湿度一个温度，这就是我们 ESP Home 取出来的值，用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取回来的值。在这里看呢，我这个界面比较乱，不太直观。那我们从配置，我们从开发者工具状态里面看，我们找到传感器 sensor 这个是湿度51度，这个是温度，华氏66.2度，这个后面还是可以改的，我们让它不要华氏显示。大家看这上面这个图标也是66.2度华氏的，这个是我们的湿度51.0%，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带上电池，或者是用一个手机的充电头放到你想放的任何的位置，就可以简单的完成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了。今后的教程呢，我还会在它上面增加一些其他的组件，让这个一个小芯片呢达到多重的目的，比如说人体感应，比如说拿它作为红外遥控器的万能红外遥控器等等。这个小芯片还是功能比较强大的，而且很便宜，10几块钱、2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一套东西下来也就20多块钱就搞定，而且对小白用户来讲非常的友好，它并不需要焊接。好了，那这期节目的 ESP Home 接入温湿度传感器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期